们继续来看这个坐标变换英文叫做 coordinate translation。那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一个线性映射可以表成一个矩阵表示式。那这个矩阵表示式很明显在定义域空间 V 里头有一个基底，那在对应域空间又有另外一个基底，那两个基底之间的对应呢，就产生这个矩阵表示式这样。好，可是问题来了，那在我们前面修习这些相关的那个空间的知识的时候，就知道说，好像不是只有一组基底而已，基底有无限多个。那所以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change of coordinate， 这个是比较直白的讲法。那如果更学术的讲法叫 coordinate translation， 我要把它转换，什么意思呢？我现在来做一个比较明确的说明，就是说我令 V 是一个向量空间，那它有两组基底来了，一组基底是B1， 另外一组基底是 B2 这样。好，那什么叫做坐标变换问题呢？我们赶快来用一个观点先跟各位做一个说明。好，那我还是用一个3度空间的图来代表，其实是不一定。所以这里我有的 B1 跟我的 B2， 所以我就随便画一个图 U1 U2 点点点，有没有到 UN， 这样画图能看到。好，那这个是我的向量空间 V， 有没有？我在我这里面有个坐标系，还有一个坐标系，你看这是我向量空间 V， 向量空间 V 有没有？好，那在我里面呢有一个向量，你说这个奇怪为什么不写成 X？ 待会就可以看出来，因为它有 X1 U1 X2 U2 再加到 XN UN， 这是它的那个 linear combination 的一个格式，一个格式这样。好，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说，这个是我的坐标系统 coordinate system 1， 有没有？那 based on 怎么样呢？基于这一个 V1， 有没有看到？好，那再来的话呢？可是刚刚讲过了我们的同一个空间 V 它不只有一个坐标系统而已就是不只是一个什么一个这个基底而已所以呢，我这边有怎么样 UV V1 V2 那这个就点点点，你们看到VN 这是我的向量空间 V， 那我就把它画起来，看到那按照刚刚的讲法，很明显就是说我同样的一个向量V 在这里，那因为不同的 basis， 好，这一个我好像写错了，这个是好，我这个图等一下再把图给补回来，把图给补回来好，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是我的 Y1， 好，这个 V1 有没有 Y2 V2 点点点到 YN VN， 因为不同的 basis， 好，我用黑色写比较亮一点所以你看这个 coordinate， 这个 system， 第二个 system 我们看出来，那它是 based on 谁？based on B2， based on B2 那所以这个时候就来了就是说那这中间怎么样呢？这两套系统其实是同一个空间结构所以你发现这个就是 changing 了没有？就说我要 changing system， 我如何去变换系统，这就是所谓叫做坐标变换问题。记得坐标变换问题那我在这边就特别再强调一遍，就是说坐标变换问题其实是 ID V 映射到 V， 那这个 ID 就是我们常讲叫什么？叫 identity mapping， 就是自己映射到自己，有没有看到？自己映射到自己。可是我们用 B1 去描述它，我们用 B2 去描述它，那这个 ID 很明显的 V 还是 V， 有没有看到？V 还是 V， 有没有？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在第一个系统的一个向量表示是 X1 X2 点点点XN， 那在第二个系统有没有就是 Y1 Y2 点点点
那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布局呢？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同学会搞糊涂所以我在教的那么多年以来因为很多的原文书就是2句话就过去了，那同学呢就会烦恼的3个礼拜，不3天到1个礼拜常常看不懂，后面的学习就完蛋了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说原来 the problem of coordinated translation is to represent the same vector， 注意是 the same vector v， 同一个向量有没有 in different bases， 在不同的坐标系统，可是我如何变换来变换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部分了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有3大公式要出现了这个3大公式其实是在前面我在这边就不再多做一个说明，那观念很简单，观念非常简单，因为在前面已经讲过那个矩阵表示式有没有所以那延续那个观念来想第一个就是说我对于所有的 v 属于 v 有没有看到，那 id 也是一个线性映射它是从坐标系统1映射到坐标系统2的一个矩阵表示式，那我现在有一个向量进来了那它呢在第一个系统之下那所以这个式子就会按照我们前面的数学公式有没有的 id v 有没有看到它跑到第2个系统里面去了，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第2个向量在这边的变换这个公式其实很容易记，那记得我们我们前面讲过说我们的画图是左至右的画法，那可是计算按照矩阵计算它是右至左的计算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画法就很明显的从这里的一个接口跟它接住，有没有看到，那它就跑到下面来有没有，所以就得到 B2 所以这个观念很简单，非常非常简单但是学习起来你要花一点时间那经过我这样很短的这个几分钟讲解，我相信你很快就可以进入情况那第二个所以这个系统一般我们叫什么我们这个系统待会把它写完我再做一个统整好了好，那是 ID 呢，你看 B2 到 B1 有没有 V 这边一定要写 B2 那这个就等于 ID 怎么样呢V 这个变成 B1 等于怎样呢 V B1， 所以这一个系统一般来讲怎么样，这个系统是旧到新 order 怎么样呢 to new那因为 B1 一般来讲都是旧系统，那 B2 是新系统，所以坐标变换是由2到1就是旧到新，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新变回来旧，我们看出来这个新变回来旧这个就公式变得好简单只要按照尤教授这样的解释记起来也不太困难。那还有一个常用的公式，这边我就没有跟各位做说明因为在前面因为篇文的关系我很多都没有把它全部讲出来还是希望说同学自己怎样呢这个就是说先把会的先学会再讲那这个 ID 呢你们看出来我把它先写完以后那所以这两个互为怎么样，互为环矩阵这样那这个式子其实你去证明它以后这个等于 ID 怎么样呢 B1 到 B1 那这个当然就等于什么，就等于自己到自己它等于是 identity mapping， 那这个式子呢最后等于什么，等于 ID 的怎么样呢 B2 到 B2 所以那第3个公式在目前我就先不去证明它了好，那主要观念就是先把这个坐标变换的核心观念把它弄懂，那接下去就来看几个题目咯那我 B1 给的就是我的标准距离B2 给了一个旋转的一个坐标线，那前面讲说把线性映射转一个西塔条，可是现在注意我的坐标系统没变请记住我的坐标系统没变所以呢 how to translate the vector v between both system B1 跟 B2，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有没有？好，那什么意思呢？我来做一个布局，这个什么？这个是我的E1好了哇，这个很不好画，还没看出来我的E1好，那一般我就直接这么写的那如果说你要慎重一点写成这样也可以那因为我的排版撰写要清楚一点那这个是我的什么样？
我的 E2， 我的 E2 有没有 ？E2 好等于01这样，好了，随便这样画吼。好，那再来呢？不好画。好了，画这个然后你看，这个是我的什么 F1 cosine 西塔有没有 ？sin 西塔，那这个就是我的西塔角，我的西塔角，我们看出来。那这个呢，再来它这个 F2 有没有？不好画，我这个每次画图都画得很糟糕。好，这个 F2 的话，很明显的，这整个角是多少？这整个角是西塔加上2/π。好，所以这个呢，事实就等于什么呢？等于 cosine， 好啦，我好慢慢写哈，等于是 cosine 西塔加2/π。这个 sin 西塔加上2/π，有没有？那这个结果就是我们的负 sin 西塔或 sin 西塔，有没有？整个布局都布完了哈。好，可是问题来了，这个是我的向量，好不容易哈，要把观念把它表达清楚，让你们可以懂，有没有？这是我的 v， 那 v 的话，在第一个坐标系统里头，它的向量表示是 x1 x2， 有没有？在第二个系统 v 的那个什么呢？向量表示是 y1 y2。好啦，那1跟2之间怎么做坐标变换？这不是线性映射的哦。你虽然把 ID 想成线性映射，可是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小问题，有没有？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看如何由旧到新。那旧到新的公式马上写出来 ，ID 怎么样？这个是旧系统到新系统的转换。那这个你在读书的时候就说自己给他花点时间，就是说不要把它当做观察家，不要把它当做一定自己要动手。所以呢，我们就有几件事情要来玩的呢。第一个，我要先知道它线性映射，注意咯，有没有看出来？先看 E1 的变化那这个我要把它变成怎么样？要变成在2的表示式。我用一个，我就直接写一个系数，我要解它嘛。A 我就不要再写 A11 A 什么，那个太麻烦了。cosine 西塔，这个 sin 西塔有没有 ？sin 西塔，好，我看一下我没有写乱掉，好了，可以了。好，再加上怎么样 ？B 的怎么样？负 sin 西塔 cosine 西塔没有？那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怎样？这个式子就在这里，有没有？所以我把它整理一遍，等于10等于那第一分量整理出来，减去第二分量 b sin 西塔，那在第一个分量再加上 b cosine 西塔，做一个比较，这个第一个分量等于什么呢？等于1。那第二个分量有没有 ？a sin 西塔再加上 b cosine 西塔等于0。怎么解就自己动点脑筋那其实很简单的，用观察马上看出来了有没有？我要让它上面得到1的话，我势必 a 就是 cosine 西塔，让它得到1 b 是不是等于负3？要检查下面对不对 ？OK， done。那往下看有没有？往下看，所以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解完呢，我还另外一个要解，没有？哇，好累哦，那篇幅不太够，所以他们数学系就是讲过说那个要很多黑板，把刚刚的第一个拉到前面去，没关系，你先把它看完以后，你可以讲义都有附在网站上，你们就可以下载E2， 好 CF1 再加 DF2， 老问题好。考试的时候你还是要规规矩矩把它写一遍有没有？这一个cosine西塔那这个01我还是规规矩矩写一遍好，我速度稍微加快一点点。那这个是 C sin 西塔加 D cosine 西塔，有没有？那比较一下 C cosine 西塔减 D
sin 西塔等于0。好，那再看第二个，这个 c sin 西塔加 d cosine 西塔等于1。哦，这样的话，你为了让第二个式子得到1的话，所以 c 一定等于什么 ？c 等于 sin 西塔，那 d 等于什么呢 ？d 等于这个 cosine 西塔。诶，这样都几乎差不多求出来，没有看到求出来的话，好，那这样的话呢，最后来看做一个收官，做个收官有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再把公式弄一遍哈，因为对你们初学者可能会比较需要或者说有些准备要在考研究所同学来看看我这边，你会发现我们这边的教法会比很多的课本很多的那个教法更完整，所有的逻辑思路都是一套的嘿。那只要把我这边符号弄懂以后，你们就完全可以掌控所有的线性代数的很难的题目。那后面也许我有机会再开一个题库讲解的一个网站嘿。那这样的话你可以我把它写出来，没看出来？那第一个分量你看刚刚求出来是什么？是 cosine 西塔，第一个column。那第二个 column 是 sin 西塔 cosine 西塔，那跟那个旋转的线性映射公式很像。所以以前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为了要求那个二次锥线有没有，就会背那个旋转坐标变换。那到底是这个负号是在左下角还是在右上角？哇，搞得头昏脑胀。还有近色旋转近色坐标变换，哇，天哪，天哪！所以好，那这个是我们的 y， 这是我们的 x， 好，我们就把它写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y1 y2 就会等于 id， 好，等于我们这个矩阵有没有写出来了 cosine 西塔 who sin 西塔。那因为我在推给你看比较慢，有没有？如果真正你考试或者你要用的话，你纸笔2下就写出来了。因为你们现在是初学者，所以我就必须很仔细的推示给你们看。那这样一乘开以后，就等 y 等于什么 ？x1 cosine 西塔，你可以看到有没有？刷。好，那得到什么呢？再加上 x2 sin 西塔，那同样的第二个就等于 who的 x1 sin 西塔，再加上 x2 的怎么样 cosine 西塔。求出来了嘿。那这样的话，你们就可以看到说，整个数学公式就非常的完整，非常的漂亮，这样哦。好，那我们再来看，刚刚是旧到新，那新回来旧怎么办？那同样的过程好了，我动作快一点还是写一遍，因为对初学者的话，这些都是你必须要历经的过程。记得这个是2，那未进来的是2，出去的话是1。好，所以这个很明显还是要老化，但是这边会很简单。为什么很简单？新到旧会变成催逼它是 cosine 西塔，没有 sin 西塔，所以很清楚它等于 cosine 西塔的 E1 再加上 sin 西塔的怎么样 E2。催逼我可以把它写得很大，有没有？好，那 id f2 等于什么呢？ who sin 西塔 cosine 西塔，所以等于什么呢？ who sin 西塔的 E1 再加上 cosine 西塔的 E2。变得好简单，相对简单，看到好。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id 公式还是再写一遍，因为对大家来讲的话，这些符号一熟了以后，能够知道它的表现是这样的，那你们的话就会变成怎样呢？就会变成很熟手，非常熟手这样。你可以看到有没有？这个是在 B1， 就记得看看前面的那个表示式，有没有看到？好，那这样的话呢，还没完，等于什么呢？ cosine 西塔 sin 西塔，没看出来？那后面这个是负 sin， 伤脑筋，一下子负号在左下角，一下负号在右上角，好累所以注意这个是我们的旧坐标系统。那等于这个公式有没有？
所以这个公式你们都要很熟，非常熟这样。嘿，好，那这个 y1 y2， 嘿，好，那这个还是一样的老话，刷刷等于它，有没有？那再刷刷等于它，嘿，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什么结果呢？x1 等于 y1 cosine theta 减去 y2 sin theta， 那 x2 呢等于什么？ y1 sin theta 再加 y2 cosine theta。 嘿，不错不错不错。好，那接下去再来看一个例题哈，再看一个例题。那这个例题是交大吧某一个物理研究所的入学考题啊，它有2道题目。嘿，那我选择中间一条就好了哈，一条就好，因为时间有限。那这道题目是这样，因为他们在物理跟化学里面很多会对那个分子东西的旋转。他说在令 xy plane 这一个counterwise rotate z axis 就是说 xy 平面针对这一个 z 轴这个逆时针旋转怎么样30度得到一个新系统 x prime y prime 跟 z prime。那在原来旧系统里面的1 2 3这个点，那它跑到新系统就会变成怎样子那这个式子其实不难因为它那个它有第一个子题跟第二个子题，我现在只出一个子题就好了好，那好 B1 呢 B1 怎么样？这个 B 怎么写那么扁？是肚子饿好 B1 呢等于怎么样呢？ E1 等于100 E2 等于什么呢？ 010 E3 等于什么呢？ 001。 那这是我们的标准基底，有没有？我们的 standard system 标准系统。好，那我们的 B2 很明显的一样 F1 等于什么呢？ cosine 30度这个就不用怎么样呢？不用担心的就是你就很顺畅把它写下来。我们看出来cosine 怎么样呢？30度0这样那 F3 呢没动 ，F3 没有动，有没有？我的 F3 怎么会？好，看一下我的 F3 好，那看一下我的 F3 有点小 trouble 好，我的 F3 等于怎么样呢？001有没有看出来？那这个是我的第二个坐标系统，有没有看出来？所以这个很明显的，非常明显，它是 new system。这是一个考题，我这边我很多的考题好了，那问题来了，就是说先决定一下我坐标变换的矩阵是谁？是旧到新 ？No， 写2。那再多写几遍，让你们很熟悉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方式那这个很多课文他都不愿意认真写那我现在为了让你们了解，我就认真写一遍给你们看。这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看到，那把刚刚的式子再带一遍进来 ，cosine 30度有没有？然后呢，这个负 sin 30度。那好，我看一下对不对？好。没问题，没问题，有没有看出来？没问题，好，等于是我那把刚刚的公式，因为它旧到新的公式是非常的麻烦，那我刚刚已经解开了，所以我现在不要再解一次给你们看等于说你要解出它那一个，这是我刚刚已经解到了你就是再回去看看，这个是等于这个是旧到新的系统，所以它比较麻烦一点点，有没有？好，那把它带进去。2分之根号3负2分之1 0有没有？那再来一个什么呢？2分之1 2分之根号3 0 0 0 1有没有？好，
那最后的结果呢，马上要结束了齁。所以呢，这考题大家就很快就得到一半的分数咯。所有的 x prime， 你看我在下面画的这个图有没有看到？嘿，好，那好了，就把 ID 是这种题目拿到以后，如果没有按照这种系的方法去解它的话，你根本解不出来啊，你绝对解不出来啊。好，那按照我们这种系统化的解法，你可以看到2分之根号3负2分之一0，有没有？2分之一2分之根号3 0 0 0 1 1 2 3，哦，那算完以后呢，得到什么结果？一个不是很规律的数，2分之，好了，没关系的，我就乱写，应该是1，要写在前面哈。因为按照它乘法的过程，哇，这样就出来，有看到？所以呢，坐标变换就变成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所以结合了这一个线性映射的矩阵表示式，再结合利用它来看我们的什么呢？看我们的这一个坐标变换的问题有没有？那坐标问题我会把它变成是一个线性映射来看。那这样同学们呢，在整个学习的过程里头好，就会比较容易的可以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知识学习这样那整个看起来的话，就是说这边主要困难度是在符号的表现所以花点时间把符号表现自己把它弄熟一点。如果你为了要简单，就把它弄一个2到3的矩阵表示式的方式，或者说一个2乘2的一个线性算子的一个表现方式这样那整个就会比较完整一点点好，那就先到这边。